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今天的主題呢，應該非常的明顯吧？沒有錯，就是配色。在跟大家分享過，我一直覺得說秋冬是一個台灣最棒的搭配季節，但一定有人會跟我一樣，某些時候懶，就想要簡單搭配就出門。要想有特色的話，這時候配色就是一個很棒的方法。東西不用多，也可以有自己的特色跟自己的風格。想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入秋我自己覺得很棒的4個配色。有大家不多說，讓我們開始吧。首先第一個顏色呢，就是深藍配上灰色。這顏色聽起來非常的基本，但我跟大家講，它的效果非常的棒。因為我們一般的搭配啊，最基本的都想要搭配黑色跟灰色嘛，但黑灰就是非常的基本。這個時候呢，你把黑換成深藍色，它其實在視覺上跟黑一樣是比較偏沉穩內斂的顏色，但是多了一點彩度。所以當你把黑灰的配色黑換深藍之後，一樣很基本、很內斂，不会太張揚，但在色調上就變得比較豐富，然後多了一些更氣質，然後更高雅的感覺。這些就是我們找到的範例，你不會覺得它很張揚，但是你會覺得它好像比起一般的黑灰再有特色，然後再更神秘的感覺。这套搭配呢，我選擇就是褲子的地方選擇深藍色，搭配的是來自 Stein 的牛仔褲，它本身是有點破壞，然後做舊，就像的深藍再有點層次一些。襯衫呢，搭配 Uniqlo C 系列的襯衫，然後把它扎進去，繫上皮帶，透過皮帶把我的腰身定義出來，可以有比較顯高的效果。外套呢，搭配了去年 PPP 推出的灰色 MA1 外套，頭頂呢搭配了深藍的針織帽，讓我的帽子可以跟褲子呼應，然後衣服跟帽子有一個深藍配灰，衣服跟褲子也有一個深藍配灰。整套搭配呢，雖然還是有黑跟白的成分在，但只要透過了深藍跟灰的元素之後，整體視覺上我就是看起來日常簡單，但是又多了一點不同的感觉。再來第二個顏色就是紅搭配棕色。我知道男生你都會很怕，覺得紅色是一個很亮、很刺眼的配色，搭配上不敢嘗試。但我跟大家說，你只要紅色選對明暗，選對色階，你上身之後入秋冬是一個很棒的點綴。因為紅就是暖色調嘛，可能酒紅或是暗紅色，你放在冬天的身上穿搭，真的會有畫龍點睛的感覺。大家也不用擔心說，如果我的搭配能力可能比較新手的話，穿整件酒紅會太浮誇。不用，先不用，把面積變小，你可以身上棕色是大面積，細節可能在領帶、腰帶或是帽子去點綴紅色一點點而已，但是因為它本身的搶眼度夠，有加那個紅色真的是有1+1大於2的感覺。我覺得這顏色是大家不用去害怕嘗試的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樣騷，就是勇於穿特別色的話，我搭配就是把紅色變成一個大的面積。這套穿搭呢，我重點就是身上的這一件来自 PPP 12月會發的火焰針織衫，這件的顏色非常的特別，因為當時我想說要做基本的黑配黃火焰，就是橘火焰，但我覺得太普通了，我們就換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想法，變成是有點偏棕的灰色，再搭配了白色的火焰線條，再搭配了紫紅、酒紅的火焰，所以這一件它就已經有了紅棕色，所以這個絕對是超級適合入秋冬搭配的一個單品。那外套本身呢已經夠搶眼了，所以我內搭就比較簡單一點，選擇了白色的素 T。褲子的話，我選擇的是牛仔褲，但並不是一般的牛仔褲，而是有呼應我的衣服。選擇 Future Archive 推出的比較偏棕色的牛仔褲，讓你的衣服棕色可以呼應到我的褲子。最後頭頂呢，再點綴了酒紅色的帽子，讓我的紅跟衣服的下擺呼應，衣服上半部來跟褲子呼應。紅雖然是一個乍聽之下很難駕馭、很遙遠的顏色，但真的會怕的話，你從酒紅、暗紅下手，在冬天裡面，它真的很好看。等一下。你在看這一雙鞋嗎？也沒有錯，就是它，來自 East Pacific Trade 的 Core 小白鞋。這雙鞋我跟大家講，我真的是相見恨晚，因為這牌子我認識非常的久，就是 EPT 嘛，大家都聽過。但是想說韓國的鞋子品牌，我沒什麼興趣，都沒有注意它，也沒有關注它。前陣子因緣際會下上腳之後，發現我真的是相見恨晚。重點就是它的鞋楦的位置、寬度跟高度的比例很剛好，不會過高像運動鞋，也不會太修長、太成熟或太正式，就是一個很剛好的中間的一個範圍內。所以你穿它，你要日常搭配，你要為成熟搭配、為正式搭配，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然後顏色的話，非常的基本，就是米白色搭配奶油底，我覺得很耐看，外形好看之外，它裡面的鞋墊非常的軟，所以你上腳之后的腳感非常的軟 Q， 非常的舒服，逛街、出國、走停都完全沒有問題。唯一的缺點就是它在這個地方有加了2個加固的小縫線，它的話稍微容易髒一點，就是我穿了大概1周多的時間吧，已經有點黑掉了。
算是比較難顧的地方，但整體因為面積不大，所以我覺得瑕不掩瑜啦。然後這品牌台灣的官方本來是完全不會下優惠的，這一次我特地跟馬黑凹了一個小折扣給各位，11月17號到23號。如果你覺得這顏色太基本太素的話，他們也有其他的款式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，這牌子之前聽未來沒興趣的話，拜託你不要再跟我一樣犯蠢了，放下成見，它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就我自己實際體驗下來，我真心的跟大家說，就4個字：相見恨晚。再下一個配色就是橄欖綠搭配米白，這一套我覺得是很適合入秋之外，也是男生非常的適合，比較不容易出錯，也比較容易上手，不會覺得不習慣的一個配色。因為橄欖綠呢，就是一個我自己覺得跟男生蠻近的顏色，像我個人很愛的迷彩，或是豹紋，或者大家很愛的軍裝的褲子或襯衫，很多都有橄欖綠的顏色，所以它其實已經離我們非常的近，取得容易之外，上身也不會覺得太不適應。那米白的話呢，則是我個人的一個私心愛好，因為我覺得白跟橄欖綠配在一起也 OK， 但是橄欖綠它有一種非飽和復古的感覺，白就是很新穎、很現代，我覺得有點跳痛，而且沒那麼入秋的感覺。那換成米白的話，它相較於亮白色來說會比較復古一點，然後也比較暖色系之外，調性上也會更適合入秋。比較復古的感覺跟橄欖綠，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搭配的。那不管你是喜歡軍裝，或是工裝，或是戶外，各種的風格，基本上只要男生喜歡的單品，我覺得都會有橄欖綠的顏色，所以取得非常的容易。这套搭配的部分呢，我的橄欖綠是放在了上半身的部分，穿了2件單品，一件是橄欖綠的連帽外套，再搭配了比較深橄欖綠偏軍綠的油布外套，然後連帽外套搭配領子的外套，一直是一個我覺得入秋冬都很適合的層次搭配。有領子的造型之外，又多了一個連帽的造型，這個地方就會很豐富。再搭配我這一套是使用了相近色去呼應，就會有一種就是很一致的感覺，也會比較街頭年輕一點，不會太過成熟。有個小細節是我的外套選擇比較短版的造型，再搭配我的裡面連帽外套也是比較短版的，再把它的下擺拉鏈是微拉起來，衣服下擺處比較顯身高之外，也可以多了一個小造型的層次。褲子的話呢，只是選擇了米白色。其實這套搭配啊，褲子選擇是亮白色的話，就會看起來有點太跳痛。一來是因為我覺得亮白色當褲子真的是蠻需要氣場去駕馭，再來就是亮白跟橄欖綠的對比會過大，就會比較刺眼一點。換成米白之後呢，比較復古一些，視覺上比較柔和一點之外，再來就是駕馭上，我覺得難度也比較低一點點。那我知道很多男生其實是蠻排斥穿淺色褲子的，但我跟大家說，米白的褲子你們一定要試一下，它的神奇之處，你上身就會明白了。再來最後一個配色是藍色配棕色，這顏色我知道可能大家第一眼就覺得說聽起來有一點點難以想象，我也是。但後來我看圖之後就發現，其實這顏色我們很常見，只是我們會下意識的把它視為一個很協調的配色，而忽略它是一個特殊的配色搭配。這些呢，是我們上網找的各個穿搭照片，都是藍跟棕色，是不是意外的都蠻合理的？不管你的藍是比較深一點的，還是比較淺，還是比較天空藍，搭配的棕色呢是卡其或深棕或黃棕，都是意外的非常的和諧的，而且看起來就這種保有了春夏的活潑感，但是又多了棕色這種暖色比較溫暖的秋季氛圍，所以這顏色也是我覺得非常的適合入秋去搭配的。那我搭配呢，襯衫的部分就是挑選了 PPP 今年秋冬推出的長袖襯衫，有點miu miu感的那種天空藍襯衫。褲子的話呢，選擇 Uniqlo C 系列的工裝短褲，它的顏色就是比較偏黃的大地棕。因為褲子如果選擇卡其色的話，我覺得在視覺上比較普通之外，也比較少有這種入秋需要溫暖的氛圍，所以把顏色選的是比較深一點的偏大地棕，溫暖一些之外，棕跟藍的对比可以更強烈，讓視覺上更有張力。但如果只有襯衫配短褲的話，稍微單薄了一點，所以在我的肩膀上呢，再披上了一件深藍色的針織衫，深藍跟淺藍就是同色系，讓你的上身有層次之外，藍配棕也非常的合理，就可以讓整套搭配的層次再更豐富一點。所以大家搭配這種色系混搭的時候啊，如果你想要讓你的穿搭可以再更豐富，但是同時又保有這種色系的呼應的话，就可以選擇一個顏色的相近色去做搭配。像這一套就是以深淺的藍去搭配棕色，就可以讓你的整套穿搭已經有了藍棕的豐富度之外，再更多一點自己的風格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入秋搭配配色分享，所以大家如果是有時候出门你很懶的話，不要擔心，這幾個顏色你拿去用，而且我們都有特別挑選過藍色、橄欖綠、米白、棕色，都是大家衣櫃裡面一定會有的東西。然後如果你沒有嘗試過酒紅的話，今年冬天拜託你真的試一下，點綴也好，你只要上身過之後，那個效果一定會來上的。好，那今天這樣我喜歡沒有頻道，還有 IG， 然後喜歡那還有新影片，那今天這樣我是 Kevin， 我們下次見。那我搭配呢？那我搭配呢？橄欖綠就放在上面。最後搭配呢？我的橄欖綠就放在上面。最後搭配呢？我橄欖綠就放在上面。這句話講得好。